反华的梅洛尼出任意大利总理，说这意大利总理啊也够可以的哈，10年就换了6个了。那么这个极右的梅洛尼会不会成为第2个像英国首相特拉斯那样40多天就闪电般退场的呢？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随着梅洛尼的上台，这意大利就迎来了自2战墨索里尼倒台以来是最右翼的政府，而且呢，面对的局面确实是不太妙。你看他国内的局势啊，不比这英国好多少。意大利现在这个巨额的国家债务啊，这经济低迷，社会问题又是一大堆。梅洛尼呢，又是那种极端右翼、极端民族化、政治化的这么一种人。你看，而且呢，在对华态度上他是反华的。你比如在新疆啊、香港和台湾问题上，那可是全面的反华。2019年，意大利它不就成为了第1个加入"一带一路"倡议的G7国家吗？梅洛尼啊表态呢，就要防止中国的渗透。你说没事，我们渗透他干什么？他不，这是一种政治正确，虽然是他一种选票吧，虽然是当时他竞选的时候拉选票的一个手段吧，但是呢，这也是他骨子里的想法呀。竞选的时候，他就要扬言要退出这个"一带一路"协议。后来这个俄乌冲突一爆发，他就坚决站在了美国和西方的立场上反俄。这不奇怪，他这个西方肯定的立场是一致的嘛，但是他弄得也有点太极端了哈。但是呢，他又很有趣，在涉及到意大利本国利益的时候呢，他又去反欧盟。所有这些呀，你看上去啊，都和那个英国有点像。所以呢，很多评论就说这梅洛尼啊，要是不改变态度的话，可能他就做不成。很多人呢就拿他没上过大学啊，做过家政，还在酒吧里干过活，这些经历来说事儿啊。这个我倒是觉得呀，拿这些东西说事儿倒是真没必要。其实这也是一个草根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经历，但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：这极端化的草根呢，能够借助民族情绪和社会的怨气，再加上这个网红效应上台的话，说明意大利和欧洲这边确确实实是出问题了。梅洛尼呢，他是一个极端右派啊，他这个右啊，他其实还不是主要表现在他的政治政策，而是表现在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上，主要精力是关注在他这个国内的问题上。你比如说这个反移民，不能让太多的人来占我们意大利的便宜啊，所以我们要保护意大利本国人的这个利益啊，这样呢就赢得了这个民众的支持。而且现在欧洲出现的各种问题，其实各国的国民心里都在出现一种恐慌不安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们更寻求一些往极端方面走，靠在一起，他心里才觉得踏实。意大利现在的日子不好过，所以呢也就容易走极端。但是呢，你在如何执政、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上，梅洛尼那就没什么经验了。不是说你能够迎合民众这个心理，你上了台这方面你怎么处理好，你就有办法了，也不是这么回事。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至于说能有什么高招能够挽救经济，这个想都不要想了，他就是一个执政的小白。在政治立场上，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洗脑之下，要坚持所谓的政治正确，但是呢，其实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政治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。你就比如说反华这件事吧，他要退出"一带一路"这个倡议，但是会面对什么呢？这会面对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国际关系的代价，这个他就没有概念了。那么如何处理外交，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，他也不是现在马上要解决的重点。梅洛尼执政呢，要依靠他的新内阁，因为他本身他不会执政嘛，对吧？他的新内阁，你看有9名部长是意大利的兄弟党，就是他所在这个政党，肯定是人最多了吧，9个。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各有5名部长，还有一些专业的人员，不是这几个组阁政党里的，是吧？这个意大利力量党领导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个贝鲁斯科尼，就是以前那个前总理，是吧？这个年纪太大了，他都没有出任职务，但是实际上呢，这个意大利力量党呢，还是要听着贝鲁斯科尼的。而贝鲁斯科尼呢，他就比较现实了，一直采取比较理性的和现实的对华态度和政策，而且他对本届政府还有一定的影响力。那么现在摆在这个梅洛尼面前的呢，他这一大堆的国内的这个难题啊，那经济问题啊，什么什么，这是一堆事情呢。而且呢，他这样的一个3个政党组阁的这么一种这个一个政府是不是稳定啊？这事情都还乐观不得。所以呢，这个上台之前，你可以以这个极右翼的色彩调动民众的情绪；上台之后啊，说什么都是假的
啊，你那个势头再强上了台，你也得面对这些柴米油盐的这些现实。所以梅洛尼啊，要学习如何执政，如何制定务实的政策，它就是一个考验，它更是一个门槛。要不然呢，这个事要做不好啊，那就真可能会重走这特拉斯闪电上台又闪电退场的老路。